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七彩虹匠心插15啊，拆解清灰换硅脂。这台机器呢是2023款的啊，它的配置呢是13500H，然后显卡呢是4060。好，这种机器的长按，使用时间至少是1年多吧。这台机器属于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型号啊，好像是公版模具的，和那个神州的什么 T-X8之类的是一套模具啊，类似的啊。在我们店铺的客服过程中啊，这类型号被咨询到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啊，一直都没有做过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啊，顺便最后呢给它加个内存，再做个硬盘散热，我们来个全套的啊。好，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机测试一下，看看这台机器现在的状态如何。好，这个模式我们先用自动简单跑一下，看还能跑到多少啊？上来就全速。也不科学，走。好，这个跑了有个6分多钟啊，然后功率呢是在95以上吧，左右，95左右，温度是去到了98度，风扇呢干到了7000转啊，拉满了应该是，并且你看它这个温度曲线是从这慢慢的爬上来的啊，很平滑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曲线啊。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分2种，一个是它的散热器有点堵住了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本身这个散热器有积热啊，它本身刚开始的时候是能够解掉这个热量的，到后来散热器自己积热，慢慢温度就爬上去了。这种情况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稍微有点堵啊，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显卡部分，这个有一说一啊，这个机器我刚才一摸这个触摸板，我感觉这个机器是在震动啊。那震，哇塞，这个风扇可能是转的不太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默认模式走。好，这个显卡我们就不多考了啊，它这个热点温度能去到105度，能看到啊，核心温度呢是88度左右吧，功率呢倒是给的真的很足啊，能到130吧，并且它有很明显的就是看这儿，它这个热点温度只要一看见105。然后它这个功率咵叽掉下一些来，热点温度降下来之后，然后功率它又被拉起来了啊，就反复的在这里横跳，并且随着烤机进行，你看这个功率好像越来越低了啊。这个颜色呢是紫色的啊，就是说明这个显卡目前在受到温度限制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给它拆开，看看里边什么情况。哇，这个机器是我遇到过的这个后壳里头最好拆的啊之一啊，最好拆的之一。这个散热器看上去不灵不灵的，哇，金灿灿的。这个毛毛好像是比较重的啊，哇哦，这毛毛，哇，很酸爽啊这个。我们首先第一步断开电池排线，在这里。这个机器应该是拆过的啊，它这你看这个标就破坏了的。这个螺丝虽然是有顺序啊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拆中间会更好一点，因为你一拆这儿的话，你看它这个散热器就会被顶起来的。这台机器的这个风扇这儿有一个小 bug 啊，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，很令人费解的一个 bug。好，然后散热器就可以起下来了。没有任何的吸附性了。你看这个机器，这个刚才说那个小 bug 就在这儿了。你要想把这个风扇拆开呢，它是这个螺丝，这个防掉螺丝，它反面有一个小塑料片，然后卡着这个螺丝，防止这个螺丝掉出来。这是好意，这也是成本。但是就因为这3个防掉螺丝，导致你这个风扇的壳是分离不了的。虽然上面有这个3个小螺丝，你把这3个小螺丝拆了，你还得把这3个大螺丝的那个防掉那个壳片给它撬掉，或者是干掉啊，割开，然后才能把这个壳拆开，才能把这个风扇清理的比较彻底。那在扇叶上这么多毛毛，这个缝这儿肯定也毛毛不少。我们一会儿来清理啊。这个散热器用料真的是很沉，这个结构看上去跟相变似的那种状态啊，它确实是这个硅脂也没有什么流失，
这个状态看上去非常像相变化干了之后那种状态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垫片的数据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给这个机器清清灰啊。它这个灰质很奇怪，你说不是相变吗？它又神似相变，并且它这个在芯片上这个覆盖强度也确实是像相变。现在感觉这个好像又是正经相变了，可能是刚才烤完机之后直接拆开，这个还热乎啊，相变没硬。现在是掉渣。好，机器这边就清理差不多了，我们看看散热器那边。这个机器的清灰啊，那个难点就是这3个防脱帽啊。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拆不下来，然后你就把这儿风扇扇叶上的这个灰大概清理清理，然后就装回了，换了硅脂，你觉得效果好了，然后过来，怎么效果不好呢？大概率是这里头有点堵啊。从侧面其实都能看出来，这毛毛都露出来了，看毛毛都已经溢出来了啊！你不清理的话，一定是效果不好，是没有效果。它这个片用的这个质量还挺好，很厚。哎呀，这真的是把工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。你说它售后清灰怎么办？莫非是有一些专门的制具能把这个东西轻松的撬下来？也没准啊。好，拆下来一个，挺费劲啊。好，然后螺丝掉了，考虑的太周到了啊！把这个塑料片和这个铜片叠一块了啊，结实是真结实，难拆也是真难拆呀。用这个手在后边这样顶一下这个螺丝，弹起个缝来，可能还好撬一点，感觉。实在是你觉着拆着这个费劲的话，直接拿刀子给它割断就得了。割断了也不影响它锁紧，是不是？这个螺丝直接拧上去就好了嘛，只不过一拆就掉了而已。掉就掉呗，你总比这个这么费劲行。我好像找着点窍门啊，从这个内侧往外撬，不要从外边往里撬。然后你从外边这样把镊子塞进去，然后企图把它撬出来很难。你从这个缝这儿这样往外别，还是好别一点啊。这一个风扇有4个小螺丝啊，刚才是不是说成仨了？没看着，人家还有一个藏着的。留着啊，它还有个海绵条呢，这个是个减震作用的或者密封作用的。打开了，瞻仰一下这里头，就还好，不是那个这一节还最起码还透气儿啊，但是这一面呢，也还好，就这个位置是毛稍微重了一点点。它这个卡在扇叶上啊，沾了厚厚的一层油泥类的东西啊，有可能抽烟。刚才说它那个扇叶在就是7000转的时候，这个机器整个在震，我觉得可能根源也就在这里了，它转的不圆了，动平衡不好。好，散热器这边清理好了，我们给它贴一贴垫片啊。我们给它准备了好多种垫片啊。这机器虽然说这个用的不多，但是种类很多啊，有点及格风。
这是一片1.5的 US300啊，这个垫片导热率3啊，它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是在我们办公室这一圈这帮人用下来，普遍反馈啊，这个垫片是效果最好，哈哈，并不是说它性能最好，它性能不是最好，但它的适配性很强，导热率也 OK， 它还不出油啊，成本呢价格也比较便宜，很好的垫片。你说拿出个手机啊，拍一下你之前的垫片的位置。这个很奇特啊，2拼的。这机器大家如果说非必要的话，还是直接换换规矩就好了。哈哈，自己换的话，这确实是有点为难人。那这 US300，你把它拿下来之后，你不要着急贴，然后你这样稍微一放，哎，它就缩回去了。好，这2个风扇清理好了啊。不灵不灵的啊，纯手工打造的清理啊，没有使用什么超声波。这个失误了，我应该是先装上风扇再贴垫片的。不过还好，它这个架空的也是碰不着垫片，小心一点就行。核心来个7950。哦，对，想起来了，还有这几个小弹片呢，我们是给它装是不装啊？装了，我觉得别装了吧，我揣个兜送给他，还给他。你装上去之后，他以后他再清灰又没法弄了。买了一条。最后还有这2个硬盘的散热，我们给它简单做一下啊。它这个散热器上面是有这个马甲的啊，这就相当于马甲，然后你只需要从硬盘到这个马甲，然后中间把垫片给它填充上就行了。我们需要的是测量一下这个垫片到底有多厚。又到了我们这个GL800 球状时间啊。如果说这机器是我自己的啊，我就怼这一拖，盖一压就行了。但是我们要测量一下这个数据，分享给大家，看看到底是多厚的垫片。还好，它这个机器拆解还是非常的方便啊。这个机器的卡扣非常的短啊，徒手就能拆开。好，让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垫片的数据啊。这个数据啊，还真的是，它不是固定的啊，因为不同的硬盘它的主控或者说颗粒的这个高度好像是不太一样的。我测这边呢，好像只有2，你看测这边只有2，但测这边的话呢，得有3，它这边有3，这边有2，那这个数据可能也只能是提供个大概了啊。如果说确实想做的话，就找一块这个像类似于GL800这种的啊，不是GL800了 ，LV800啊，用这种超软垫片来一块就行了，我们就照操作了。好，这个 CPU 这块呢跑了有个15分钟了，我们特意呢让它稍微多跑了一会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机器的性能释放超乎我的想象啊！
它刚开始的时候能跑到160瓦，后来慢慢的降到了140瓦、135瓦，120多瓦，然后调到 PL1阶段之后呢，它还能稳定在115瓦，非常的稳定啊，并且这个过程非常的长，才慢慢掉到了115瓦，温度呢只有94度。我们现在的室温呢和昨天也差不多啊，核心温度照比之前低了个3、4度，功率呢高了有个10几瓦，不到20瓦吧，啊，咱们是保守一点。风扇转速还低了1000转，这个释放这个大铜的散热器还真的是不错啊。刚开始我还吐槽人家说那个小弹片不好拆那个风扇，这都不是问题啊，这机器性价比 OK 的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再看看显卡部分，走。好，显卡这儿呢也跑了有一格稍微多点了，核心温度呢是80度，照比之前呢低了个大概8、9度的样子吧。热点温度91度，它不再是105了啊，比那个105低了个10来度了。功率呢稳定在140瓦朝上，这还147、148都能看到。这个显卡的这个功率释放和这个温度也做得非常好啊，这个机器哇塞。性价比真的很好，我们再看看最后看看双烤啊，看看它这个 CPU 和显卡调度有没有问题。如果调度也没问题的话，你这机器买回去打打游戏什么的，神机呀！直接开始走。好，这个双烤走了这一半啊，我发现它这个双烤的时候，它为什么把 CPU 的功率拉得这么高，然后给显卡砍了小一半啊，几乎一半？这是什么操作？这不都应该是把 CPU 砍一半，显卡跑满吗？这才适合打游戏嘛，是不是？这适合打 CS 啊，吃 CPU 的游戏了。有可能跟性能有关吗？但是啊，你这个双烤这个东西不代表你的游戏性能是吧？跟这个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试试娱乐模式。这个娱乐模式好像各掉了一半。我把甜甜圈重新开一次，关掉。再来，走。哦，这样看上去好像稍微正常一点了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，这台机器呢，到目前我们测试下来，我感觉还是性价比非常好的机器啊。好像说，这个机器才4000多块钱，还是不含国补，国补的话才3000多，是不是就能搞定啊？哇塞，那回去打打游戏真的是正经的神机啊！我们测了那么多机器，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，从功率释放，从温度。我觉得这机器都是做的还不错的啊，当然具体打游戏我们没玩过啊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机器啊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们这个双烤测试要想把这个功率跑到很好，好像真的是跟这个甜甜圈和i64谁先开谁后开有关系。刚才我们是关了甜甜圈，又开了一下娱乐模式，然后又切回了性能模式，哎，现在呢就跑到了显卡140瓦 ，CPU 60瓦 ，OK 了。当然，我觉得可能正常打游戏应该是不影响的，它这种调度只是太极限了啊。